戒酒过几天再更新。我们先回头学习杂阿含，今天进入卷12第283经。卷12都是在讲缘起，其实成瘾和戒瘾也是缘起。解锁系法可以把人们束缚起来的事物，像烟酒宗教等各种瘾，世界上种种引发人类贪爱和烦恼的事物，几乎每个人都陷在其中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如果对那些可以把人们束缚起来的事物恋恋不舍，就会产生贪爱，因为贪爱就会追求执取，因为执取就有三界的种子，因为有三界的种子就有来世的再生，因为有再生，所以就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像这样完全是痛苦的聚集。比如种树，刚种下的树苗矮小软弱，要用心陪护，用粪土滋养树根，按时浇水，调节好温度，那棵树才能成长。同样的，比丘，如果对那些可以把人们束缚起来的事物恋恋不舍，就会升起贪爱，因为贪爱就会追求执取，因为执取就有三界的种子，因为有三界的种子就有来世的再生，因为有来世的再生，所以就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像这样全部都是痛苦的聚集。如果对那些可以把人们束缚起来的事物能够安住在观无常、观离欲、观灭、观弃舍，不再恋恋不舍，就不会贪爱，因为没有贪爱就不会追求执取，因为没有追求执取就没有三界的种子，因为没有三界的种子就没有来世的再生，因为没有来世的再生就没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像这样全部都是痛苦的熄灭。比如种树，刚种的树苗矮小软弱，如果不用心陪护，不用粪土滋养树根，不按时浇水，任它寒暑，小树苗就无法成长。再进一步挖断树根，砍断树干，截成一段段，劈成木材，风吹日晒，点上一把火，烧成灰烬，或被大风吹上，或撒到河里。比丘们，你们怎么看？这棵小树苗被这样处理之后，是不是就不能再生了呢？是这样的，世尊。同样的，比丘，如果对那些可以把人们束缚起来的事物能够安住在观无常、观离欲、观灭、观弃舍，不再恋恋不舍，就不会贪爱，因为没有贪爱就没有追求执取，因为没有追求执取就没有三界的种子，因为没有三界的种子就没有来世的再生，因为没有来世的再生就没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像这样，这全部都是痛苦聚集的熄灭。这些内容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行为模式来观察，观察自己还有哪些瘾头，这些都是心瘾。你是顺着这些瘾头继续流浪生死，还是能安住在观无常、观离欲、观灭、观弃舍？第284经是类似的，略过。285经，世间难路，指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苦海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我回忆过去还没有修成正觉时，独自在安静之处专心禅修，我心想这个世界的确是苦海，有生老病死流转受生，然而众生对于生老病死却不知道出离。我继续想，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有生呢？以什么因缘才会有生呢？我接着努力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由于有在三界的种子，所以才有来世的再生，也有在三界的种子为因缘，才有来世的再生。我又想，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有在三界的种子呢？以什么为因缘才有在三界的种子呢？我接着努力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由于有所执取，才有在三界的种子，以有所执取为因缘，才有在三界的种子。我又想，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有所执取呢？以什么为因缘才有所执取呢？我接着努力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由于恋恋不舍，贪爱就会增长，由于贪爱，所以才有所执取，以贪爱为因缘，所以才有所执取，因为执取，所以才有三界投生的种子，因为有三界投生的种子，所以才有来世的再生，因为有来世的再生，所以有老病死忧悲苦恼。像这样全部都是痛苦的聚集。比丘们，你们怎么看？比如因为有油灯和灯柱，才有灯火的光明，如果经常添加灯油和灯柱，灯火的光明能否长久保持呢？能的，世尊。同样的，如果贪爱色蕴，因为贪爱就有执取，因为执取，所以才有在三界的种子，因为有三界的种子，所以才有来世的再生，
因为有来世的再生，所以有老病死、忧悲苦恼。像这样完全是痛苦的聚集。我当时又想，没有了什么就不再有老病死呢？熄灭了什么，老病死才会熄灭呢？我借了如理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没有来世的再生，就没有老病死。熄灭了来世的再生，老病死也就随之熄灭了。我当时又想，没有了什么就不会有来世的再生，熄灭了什么，来世的再生就会熄灭了呢？我借了如理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没有在三界的种子，就没有来世的再生，熄灭了在三界的种子，来世的再生也就随之熄灭了。我又想，没有了什么就不会有在三界的种子，熄灭了什么，在三界的种子就会熄灭呢？我借了如理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没有执取就没有在三界的种子，熄灭了执取，在三界的种子也就随之熄灭了。我又想，没有了什么就不会执取，熄灭了什么，执取就会熄灭呢？我接着如理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观察所执取的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、生灭的，远离贪欲，一切终将消逝无余，必然要舍弃，心不顾念，也不被束缚，爱欲就会熄灭，爱欲熄灭了就不会执取，没有执取就没有三界投生的种子，没有三界投生的种子就没有来世的再生，没有来世的再生，所以老病死忧悲苦恼就不会再升起。像这样全部都是痛苦聚集的熄灭。比丘们，你们怎么看？比如因为有灯油和灯柱才能点燃油灯，如果不添加灯油，不修整灯柱，这盏灯会因燃烧殆尽而最终熄灭吗？是这样的，世尊。同样的，比丘，如果对所执取的事物能观无常、观离欲、观灭、观弃舍，心不顾念，也不被束缚，爱欲就会熄灭。像这样辗转，这就是痛苦聚集的熄灭。286经这篇和上篇差不多，点灯的比喻换成烧柴火的比喻。287经前面所讲的缘起、爱缘取、取缘有、有缘生、生缘老死、忧悲苦恼，只讲这5支的顺逆。这一篇对缘起讲得更完整。世尊继续追问，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有贪爱呢？以什么为因缘才会有贪爱呢？因为有热受，感觉很爽。成瘾物质之所以会成瘾，就是因为的确很爽，会有多巴胺、血清素这些神经递质产生，所以你在抽烟、喝酒、刷手机时都会觉得很爽。如果不爽，就不会有人贪爱了。那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有热受，才会很爽呢？以什么为因缘才会有热受呢？因为触，眼睛看到，耳朵听到，身体接触到，意识想到某些东西，就会刺激你产生热受。小姐姐钢管舞一跳，你眼睛立刻就亮了。那到底因为什么才会有触呢？以什么为因缘才会有触呢？因为6根的作用。你拿起了那支烟，喝了那口酒，看了那一眼。名色、名法和色法。色法就是色蕴，物质类的；名法就是受想行识4个蕴，精神类的。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的身心。那到底因为什么才会有6根的作用呢？以什么为因缘才会有6根的作用呢？因为我们的5蕴身心。那到底因为什么才会有5蕴身心呢？以什么为因缘才会有5蕴身心呢？我借了如理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因为识的作用，识的牵引，才有5蕴身心。我们都是因为识的牵引而投胎，也是因为识的牵引而抽烟、喝酒、找乐子。这里分2种。第一种，当你这一世结束，还没有解脱，还有烦恼，意识离开身体，不管是鬼道、人道还是天道都一样。那像爸爸妈妈在激情中精卵结合，因为彼此的因缘，你还有烦恼，受精卵再加上你的意识，咻，3者结合，就形成了胎儿。胎儿是色法，这期间会有各种受想行识，这是名法。这就是以识为因缘产生了名色。第2种，就要这一生，你的贪嗔痴变成了习气，形成了肌肉记忆、神经记忆，造作身口意。身业、语业是色，意业是名。比如，即使我讲了戒烟戒酒，也讲了全球因此死了多少人，有官方的数据，还是有很多人说，为啥要戒？戒了我怎么活？活那么久干嘛？你在贩卖焦虑。或者你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
也形成了肌肉记忆、神经记忆，造作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的业。这都是以识为因缘，产生了名色。其实而还不能过彼，就到识这里了，不能超越识。在巴利本和其他几部经中还有提到。那到底因为什么才会有识呢？以什么为因缘才会有识呢？我借了如理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因为名色才有识，以名色为因缘才有识。这比较少见，大多数情况都是识缘名色，但的确也有不少版本还会说名色缘识，这两个会同时出现。为什么说名色缘识呢？为什么说以名色为因缘产生了识呢？比如入胎之后就有了名色，胎儿会有识，知道冷热，知道舒服不舒服。再比如习惯了贪嗔痴，造作不善的身语意，这就是名色。命中时就会在恶道中升起识。再比如五根和五尘相处，五根和五尘都是色法，还会产生受想行识，这是名法。之后会产生六识，这都是以名色为因缘产生了识。因为识产生了名色，因为名色产生了识，并不是进入死循环，是指在不同阶段辗转增上的过程。所以因缘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。这里没有提到无明和行，其实无明和行都包含在其中了，每一支都带着无明，也都带着行。我当时想，以识为线，不会超过名色，就在这个循环中，从出生到衰老，从衰老到死亡，又在投生，所以顺的缘起就是这样的。因为名色，所以有识；因为有识，所以有名色；因为有名色，所以有六路；因为有六路，所以有处；因为有处，所以有受；因为有受，所以有爱；因为有爱，所以有取；因为有取，所以有有；因为有有，所以有生；因为有生，所以有老病死忧悲苦恼。像这样完全是痛苦的聚集。我又想，没有了什么就不会有老死呢？熄灭了什么，老死就会跟着熄灭呢？我借着如理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没有受生就不会有老死，熄灭了受生，老死就跟着熄灭了。其他几支也是同样的。我又想，没有了什么就不会造作身口意业呢？熄灭了什么，造作身口意业也会跟着熄灭呢？我借着如理思维，很快就发现，没有无明就不会造作身口意业，无明熄灭了，身口意业也就熄灭了。不造作身口意业，就没有识，没有识就没有名色，没有名色就没有六路处，没有六路处就没有接触，没有接触就没有感受，没有感受就没有贪欲，没有贪欲就没有执取，没有执取就没有三界的种子，没有三界的种子就没有来世的再生，没有来世的再生就没有老病死忧悲苦恼。像这样完全是痛苦聚集的熄灭。当时我想，我已经找到了古代圣贤的大道和方法，古代圣贤能到达的地方，我也能追随到达。就像有人在旷野行走，披荆斩棘，忽然发现了古人所走的道路，那人就顺着古道而行，逐渐往前走，又看到了古人的城池宫殿、园观浴池树林、清净的湖泊。那个人想，我现在应当向国王禀告，于是他立即去拜见国王。我发现了古人的城池和园林，大王您可以在那里居住。国王听从了他的意见，生活富裕安稳，百姓也繁衍兴旺起来。我现在也像这样，找到了古代圣贤的大道和方法，古代圣贤能到达的地方，我也能追随到达。这就是八正道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我从八正道看到了老病死，看到了老病死的集起，看到了老病死的熄灭，看到了老病死熄灭的方法，也看到了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处、六路处、名色、识、行的这每一支，也看到这每一支的集起，每一支的熄灭，每一支熄灭的方法。这套方法是我自己领悟的，从而成就正等正觉。之后为比丘、比丘尼、男居士、女居士们以及其他宗派的沙门、婆罗门、在家、出家等人演说。示众弟子们听法后，都开心地走上正道，知道教法的妙处，更加行持清净放行，获得很多利益，从而影响了更多人。这就是系统性的讲解了缘起。有会员问，有没有系统性的戒色方法？
在介绍主题里，就是针对性的破除看黄片、看插片内容的欲望，看清楚危害，把旧有的欲望破除了。同时还要加强运动，你可以练习打坐冥想，做一些健康的娱乐活动，这是加强正面的欲望，适合绝大多数人。如果你想更进一步解脱，可以练习白骨和不净，连男女欲爱都会进一步减弱。是不是能完全断除呢？男女的欲爱对于繁衍的追求是刻在基因里的，甚至是无意识的。对于大多数人，只要不看黄片等内容，剩下的顺其自然就挺好的。如果想再提升一步，那就要以更强烈的求解脱的欲望来代替男女的欲爱，以高级的欲望来代替低级的欲望，也就是善法欲。下手的地方始终是这个欲，但最终这些欲都要放下。只要配合缘起来观察，看到一思一念都会对身心产生变化。通过禅定冥想、运动来加强专注力，提升愉悦度；通过听法和练习来找到方法；通过放舍，通过回到所缘来去除各种干扰。你想让身体健康，天天只学习理论，只吃各种维生素片是没用的，更需要你有健康的习惯，这就是缘起，是日常下手的地方。这就是系统性的戒止方法。我讲明白了吗？好，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能看清缘起，究竟解脱。有问题找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真理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